他是中国最能打的重炮手，不管是世界冠军还是何方神圣，通通被他千斤搬重的重拳 KO。狠起来他连自己人都不放过，对待日本选手也是特别凶残，甚至不惜使用违规招式也要踢断日本人的脖颈。即便是被裁判红牌罚下场，他也没有丝毫悔恨之意。如此猛将是来自内蒙的佐尔特塞格，他从小就特别孤僻，上学时期也常常遭人欺负。不接触拳击不知道，接触拳击这项运动之后的佐尔特塞格就像是变了个人，至此一发不可收拾。所以说改变命运的不只有知识还有拳击。明知佐尔特塞格打日本选手不留余地往死里打，这个日本人偏偏不信邪，非要来到中国点名挑战佐尔特塞格。他叫中原吉树，来自日本，绰号柔术专家。一位是站立对拼高手，另一位则是地面缠斗专家。二人相遇必定会给大家呈现出一场不一样的比赛赛事。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中国勇士是如何踢飞中原吉树的。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好的，今天比赛开始了啊！佐尔特塞格确实是高大。不知道奥利维看到佐尔特塞格会不会害怕？他上一次判这个佐尔特塞格的比赛，险些付出了自己被足梗钩的代价。那要害怕的是中原吉树。比赛刚开始20秒，中原吉树就迫不及待邀请佐尔特塞格进入到了地面缠斗，结果却被佐尔特塞格拿到了脖颈。柔术出身的中原吉树正在奋力反抗，反观佐尔特塞格就呆呆坐在原地。经过中原吉树一番折腾，中原吉树拿到了佐尔特塞格的侧方压制位，但中原吉树并没有挣脱束缚。这个位置中原吉树称不上有优势。中原吉树呢，必须要通过自己下身的反弹来转换过来，但是呢，使用这个位置不是太好，而且呢，他要想办法把自己的头部进行一个拖出。来了，拖开之后的话，还是进入到佐尔特塞格的半防守当中。现在佐尔特塞格对于中原拿到上方压制位的中原吉树开始对佐尔特塞格发起进攻，然而佐尔特塞格也在做着限制动作，死死控制着中原吉树的2只胳膊。反观中原吉树暂时做不了什么动作，只能稳于现状，寻找一个反抗的机会。但两个人由于在整体的力量较量上面会非常接近，所以说我们看到目前为止的话，谁也没有办法对对方实施一些有效的打击。是。中原在尝试抽出自己的左腿，但是对方扣的也是比较紧。中原切膝过腿了，漂亮。但是另外一边呢，又被佐尔特塞格给缠上。是。这个距离可以做一些打击。中原呢，长时间被压制的佐尔特塞格很无力，做不了有效动作就算了，连最基本的进攻都无法防守。身处上方压制位的中原吉树时时刻刻都在做着动作，反观佐尔特塞格正在拼尽全力挣扎。失误被拿到脖颈的佐尔特塞格丝毫不慌，直接把中原吉树抱了起来。这位置转得漂亮。哟，佐尔特塞格一身蛮力啊，真是一身蛮力。哪有这样解套的？没见过，头一回见这样的。蒙古大汉啊！头一回见把对方挂住断头台的身体举起来，然后单掌把对方拨到地面，这个力量上的差距非常大。现在来看的话，佐尔特塞格要比对方力量再强一些了。那么中原接下来该怎么办？是不是还要一味的跟对方拼地面？佐尔特塞格呢，就是他的本身是拳击出身的。哎，你看这拳打得真漂亮。后撤过程当中打一个前手摆。哇哦，佐尔特塞格的摆拳太有威胁了。回到站立的佐尔特塞格开始对中原吉树发起猛攻，对付日本选手，佐尔特塞格连最基本的报价都不实施。反观中原吉树也不是什么软柿子，拿着拳脚进攻就对佐尔特塞格发起主动进攻。不过佐尔特塞格依然是敌不动我不动，我这拳能够着你。哇！蒙古胡彦斌，这一拳确实打得相当的有分量。中原算是碰上硬茬了。现在来看的话，两个人都不太敢打，主动近身，而佐尔特塞格的话，更多的还是把自己的进攻重心放在他的前臂上面。
又换架了。换架呢，是因为对自己两边摆拳力量，在站立拿不到优势的中原吉树直接一个飞扑，结果被佐尔特塞格防爆摔防住，俩人再次回到了站立。佐尔特塞格的强壮的体型打站立非常占优势，但在地面缠斗期间，硕大的体型绝对会拖佐尔特塞格的后退，所以佐尔特塞格不想与中原吉树有过多的地面缠斗。是一身的腱子肉，对上这样的一个对手，居然没有任何的优势。是，他可能现在就是往后打呢，消耗一下对面的佐尔特塞格，看看对面体能上会不会有问题。你看，佐尔特塞格手胳膊完全是垂下来的。对。他知道说你的臂展、你的控制距离没法打到我。漂亮，护持打掉了。最后的时刻，中原吉树也不知道吃了什么雄心豹子胆，竟然敢和佐尔特塞格在站立上展开重拳互拼，结果护齿被重拳打掉。敢和佐尔特塞格打站立的选手几乎寥寥无几。在地面缠斗期间，中原吉树固然很占优势，但在站立对拼，中原吉树还是略逊于佐尔特塞格。该怎么做呢？如果和对方用柔道的方式带进地面，他有自信能够在地面角力当中去获得身位上面的优势吗？第二回合开始了，佐尔特塞格已经见识到了中原吉树在地面的威力，然而中原吉树也见识到了佐尔特塞格在站立对拼的勇猛。日本选手的胆子非常大，竟然敢在站立上对佐尔特塞格动手动脚。反观佐尔特塞格的重拳还未实施，而是继续与中原吉树展开拉扯。方的这个攻击的范围也非常的门清啊，对，整个人很有信心，很有自信。你看，整个人在场上以一种很轻松的态势，也在减轻自己的体能损耗。他没有太多无谓的这种消耗动作。今天他是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比赛的态度，在和中原吉树进行比赛。这是红脚选手天然的一些心理上面的优势。是，打完之后呢，马上头部下潜，不给对方抓机会。中原进到地面，再次进入到地面缠斗的中原吉树很强势，瞬间就把佐尔特塞格压在了地面上，而且还在对佐尔特塞格动手动脚。反观被压制的佐尔特塞格依然很镇定，毕竟佐尔特塞格是以蛮力闻名于拳坛。不过中原吉树的柔术技术还是不能小看的。身后，但是佐尔特塞格凭借着自己强大的力量再次重新起身，并且再把中原顶到笼边。中原要保护好这段时间他的身上任何可能被击打的部位，因为佐尔特塞格有可能在瞬间扑出的瞬间做一个击打。两个人拉开了。连续的撤步，居然完全躲开了对手的抱摔，但是呢，一边腿被控住，单脚脚趾抠住了笼边。这个是算违规的啊。他应该就是他一旦进入到地面缠斗，佐尔特塞格就显得特别无助，只能在保全自己的情况下对中原吉树做动作。反观中原吉树虽然位置很尴尬，但还是可以给予佐尔特塞格一定压制力的。此时的佐尔特塞格只敢稳于现状，不敢对中原吉树做任何动作。原现在尝试把佐尔特塞格的下肢给捋平。佐尔特塞格这个动作消耗并不大。因为他坐着可以用一个以逸待劳的姿态来反映对手的反应。好，到上位。在地面缠斗期间，中原吉树占据着绝对的掌控权，被压在地面上的佐尔特塞格根本就做不了任何动作。
看来中原极速所给予的压制力不是一般的强，要不是有蛮力支撑，佐尔特赛格极有可能就会被中原极速降服 KO。这个位置还相对好一些，但是也处在齐胜的位置。现在的话，中原极速要把握好自己难得控制住的有利身位。齐胜这位置齐胜的非常深。佐尔特赛格呢也不愿意在下位被动挨打，再翻转自己的身体同齐胜呢现在转成一个裸脚的位置。1分钟的时间，比赛还剩下最后1分钟时间，佐尔特赛格依然没有扭转局势，只能做着消极动作来缓冲压制力。反观中原极速也在拿着小拳拳砸向佐尔特赛格，不过这些进攻还不足以判定佐尔特赛格是在实施消极防守动作。一边手臂，对方的手臂已经绕在自己的脖颈后侧了。现在似乎中原极速正在逐渐失去自己齐胜的位置。反倒他位置劣势身位了。再转换，中原想做佐尔特赛格的足跟钩吗？应该是在做了足跟钩。佐尔特赛格击打对方的肝区，通过击打来破坏对方的把位。这个脚忍无可忍的佐尔特赛格直接一脚踢断日本选手脖子，裁判直接上前进行劝阻。看来佐尔特赛格这一脚有点违规，全程被压制的佐尔特赛格本来就有一肚子火，这下倒好，佐尔特赛格是解气了，但也触犯了比赛规则。动作就是他可能还记得，就是如果我是站立，对面是倒地，我做这个完全是开大脚足球踢是不行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动作也是不行的。没错，出红牌，红牌吗？还是黄牌？要黄牌罚，黄牌罚。最终佐尔特赛格被红牌罚下了场。大家感觉佐尔特赛格是不是有意而为之？请在下方进行留言讨论。